我心中的这个思思女神开始卖保险了。思思是清华的状元，最美清华的状元，这没毛病，对吧？这绝对是没毛病的。今天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好伙伴唐思思，也认识10年了，不止吧？啊，不止，真的不止。我卖公司那会儿，对吧？你已经在这个大杀四方的这个首席各种分析师的这个角度去。就是我其实见到思思是第一眼让我感受到，我知道什么叫分析师。在此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分析师是干啥的。我以为就跟我们一样写 PPT 的 planner， 高级一点吧？啊，高级一点，高级一点的牛马。就当时我觉得分析师这个东西，我当时很怀疑，就分析师，我们卖公司，你分析师来跟我分析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其实分析师是干什么的。然后其实看到了思思，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分析师是这样子的啊。那时候还不是首席，对吧？啊，我见你的时候还不是首席，对吧？之后就，对吧？看到我了就变首席了。来。我先说回来，就第一还是鼎力崇拜的。怎么叫崇拜？当我还年轻的那个时期，其实第一次见到分析师，分析师其实非常犀利的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哎呀，你又不是来收我的公司，你那么犀利干什么呢？凭啥我要告诉你呢？那时候也没有任何资本化的经验，而且他其实做保险，我一点都不惊讶。是吗？啊，我特别不惊讶。就第一次你告诉我，其实你要碰保险行业，我一点不惊讶，因为我觉得别人做保险和你做保险，我个人觉得至今为止不太一样啊。我身边其实还挺多做保险的，就是从 agency 出来的，对，从甲方出来的，的，甚至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北航的硕士都在做保险。你做保险和他们做保险真的完全不一样。等一下让他给你讲讲看，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一个点啊。最厉害的是他从来不催着我买保险。这是最厉害的，因为我还达不到那个级别。没有。大家好啊，我其实认识安冷也很早啊，就是他还在他前东家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些关于资本市场、关于他所在的行业、他所在的公司、他所管理的公司啊，就进行过很多的这个交流。那个时候其实我进资本市场时间也不是很长，当然后面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是愣头青。对，那时候我也是对2个愣头青在那儿就是聊得很嗨，其实也不影响股价的走势。但是后来其实就在这个行业里面也还耕耘了10几年，其实运气也很好，就赶上了中国资本市场比较黄金的10年左右的时间吧，也收获了很多。因为分析师这个工作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跟很多事业有成的人交流，基本上我们交流的对象要么是已经上市的公司或者说是可能会被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司，但不管怎么样，他其实都已经属于行业里面比较优秀的一批拼搏过的这一批人，然后创办了也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一些企业。所以就是跟这种人在一起做长期的交流或者沟通的话，其实对个人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是一个从大学走出来并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人，也没有创业的经历，或者说社会的阅历也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从这些社会阅历很丰富的人身上，其实可以听到很多，不管是他精彩的创业故事还好，还是他这个比较棒的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这些比较长远的一些战略眼光，其实对于我那个年龄的我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因为我能提供的只是我的这个很小的专业范围内，比如说关于证券市场、关于二级市场，我可能对它会有一些我的专业性，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交流还是我汲取了更多的营养从他们的身上，所以我还是很感激，就是过去10几年在这个行业，就除了当然收入上的回报以外，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对我的认知世界的这种方式啊，包括我的为人处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从当时那个所谓的愣头青，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过去这一段就是在金融市场的这个摸爬滚打吧。在这10年中也观察到了很多现象，比如说我的很多朋友也好，很多客户也好，但凡他不是职业投资人出身或者专业的投资人出身，那中国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 A 股市场其实散户的占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说所谓的非职业投资人的占比其实非常高。但是不管是从我身边的案例，还是我们看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你都会发现，其实大量的散户是很难挣到钱的，或者说长期挣到钱。对，他可能会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比如说半年、1年的维度，他能从股票市场挣到钱，但是这个钱其实是靠运气挣来的。其实拉长了看，还是会凭实力亏掉，因为本质上还是属于认知范围以外的钱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其实炒股票或者说买基金这种方式，对于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很难克服他追涨杀跌的这种人性的弱点，所以他其实在这样一个，即便是在一个资本市场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周期里面，它其实也不能挣到钱。第二
二个我就发现说，很多的中国老百姓他在就是自己的家庭配置上面其实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你会发现中国人虽然读书很努力，但是家庭的教育里面有一大块是缺失，就是财商。我也觉得为什么会去买保险这么低收益的东西，对吧？就在我过去的理念里面，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看不上，对吧？对，但是我慢慢的想去补充这一块的一个知识体系，或者说我需要去很深入的了解一下，就是保险几万亿的一个市场，大家买的是什么？所以我其实是抱着学一学的态度，就想进到这个市场里面来看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去买保险，这底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是抱着试一试或者学习的态度先进到这个行业的。学霸就是学霸，活到老学到老，啥时候都要去学习。这么多年来，其实我觉得思思最强悍的一点就是喜欢去研究，来去琢磨。我们俩经常半夜在聊天在讲最近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你怎么看，对吧？AI 你怎么去思考？然后最近的券商发生很大的变化，你怎么去思考？就觉得哇，他每天感觉好像有花不完的精力。我每天都要眯睡的时候，他突然就来了句说 AI 这个路径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打？在思考说哇天哪，就是第一你不睡觉的嘛，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是说大晚上了，你不喜欢看点自己喜欢看的东西，还要去琢磨说这手机怎么玩，就是这一点我觉得真是没有。我有短睡基因，我一天只要睡5个小时，所以人家可以说上清华嘛，对不对？当时小郑刷题非常强悍，是你当时就真的奔着就是清华？其实也没有，我其实没有那么强的目标性，我只是觉得我还挺擅长读书的，或者说我挺擅长考试的。高中就能知道你自己擅长考试？没有，我很小就知道了，因为我感觉我学的也没有特别费劲，但是就好像还可以。是什么？也没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有的人就是擅长做这个事儿，我没有太多选择，我得先通过做题这条路径，先走出这个小镇。我想的是说，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先走出去。一样，我觉得我跟你的成长路径讲，高考大省，对吧？对，多么卷的逻辑，对，其实都是一样。就我们从小接触到的教育，教室的横幅不是写的什么努力学习振兴中华，写的是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就是参加高等考试。对我们来说，小镇的青年没有什么机会，你其实离开这个小镇唯一的机会就是你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心中的这个思思女神开始卖保险了，这个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就是什么叫很厉害呢？思思是清华的状元，这是我认识，在我其实后期认识了挺多清华的，但我是还是最美的啊，对，很美。最美清华的状元，这没毛病，对吧？这绝对是没毛病的。其实我每一段工作对我的下一段工作都非常有帮助。比如说我在联合利华干了5年，那我其实对于整个至少快销这个行业，我觉得我的认知还是比较充分的，对吧？因为我们做数据分析，不仅仅支持 marketing， 也支持 sales 那边。其实我对于整个公司的这一套流程我都非常熟悉。那我后来去做了分析师之后，其实我去看很多消费品的公司，我去看一些渠道，比如说大学毕业就去做分析师，那他其实是没有体感的，他其实完全是基于数据看数据。那我其实是可以数据，我去联想我之前工作的很多场景，对吧？很多行业里面的这种具体的内容啊，再结合数据，我得出来的很多结论，可能跟一个纯数据驱动的结论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还是脱离了真实的场景来做了一些分析，所以这个其实对我后期做分析的工作非常有帮助。这也是助力了你这么快时间从分析师爬到首席的一个最好的推动。普通分析师要等多久才能走到这条路去？我算升的比较快的首席，对，所以其实也是运气比较好吧。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每天接触这么多，比如说董事长，对吧？然后高管也好，像你这样的高管，但是我并没有成为他们，并没有像他们一样财务自由，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发现跟这种非常牛的人在一起再久，其实我也很难成为他们，所以当时也是觉得挺感慨的吧。就我在15年的时候，16年的时候，当时其实有机会去做一些跳出这个分析师的岗位，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我现在也在后悔说，其实当时如果再勇敢一点，可能我现在也自由了。其实我觉得就。当我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反馈，我觉得当你自己在这个围城一样的角度，你看到里面的人觉得，哎，好像他们也不过如此。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有这个能力去替代、填补，甚至是超越他们。但有些时候你真的进去，你才发现很难，是的，好多的信息。我觉得对方之所以成为对方，是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和他吃的屎是你没看到、没吃过。对，这也有他有一堆的沉没成本。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从以前在 agency 这个角度当中去，当然自己去做这种甲方，慢慢去做一个品牌，从所有的供应链，然后去摸完之后，也能知道就是为什么谁成为那个谁，他是有固定原因的。那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去 respect 这个链，你才会觉得自己可能缺什么，再去补什么。这也是这个
这个链路过程。对的，我觉得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就是其实保险从业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哈，但是其实要做得好非常难。其实就是往往是就是从业门槛很低的工作，要做得好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像保险其实是一个28甚至19，我觉得都难以形容的一个行业，就是它完全是一个 top sales 驱动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它其实是没有底薪的，它纯就是你做一单有一单的收入。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面，就是如果你长期不开单，或者说你开单的难度比较大，你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对，所以说他肯定就会选择离开这个行业。所以说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中长尾的销售其实在大量的换血，就不停的换手，当然也遗失掉很大一部分。保险代理人其实从早年的大概800-900万，其实现在已经萎缩到不到200万了。我以为是越来越多，没有，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门槛很低而进来的人，其实做一段时间他就会流失掉。但是你会发现最头部的那一批销售，其实他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生根的，他不会走的。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滚雪球非常强的模式，就是你滚到后面，你有续佣，你就不会离开这个行业了。然后对于投保人来说，你也会选择说，你说你今天买一个保险，你愿意找一个资深的，头部的，还是愿意找一个长尾的，对不对？就是那又会造成说强者恒强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说这个行业一旦做到了非常头部的销售的话，第一它不会轻易走，第二它会强者恒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有自信或者说自信自己能成为那个头部销售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28%，我觉得99.9%，我觉得往后来看199都有可能，就1%和99%，我觉得都有可能。带团队吗？现在已经开始做团队的招募了啊，这也是我觉得成人妲己的一部分嘛，就是越来越多的别的行业可能也有一些经济这个因素的一些影响，对吧？有很多的优秀的人才也想进入到这个行业，那我觉得我也可以把我转型的这个经历分享给他们，然后寻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吧，然后一起把这个事业做好。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我这个状态，比如说中年妇女，其实还是蛮适合的一个工作，能够更好的平衡家庭啊、工作呀、生活啊。我觉得对于很多妈妈群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非常，因为她要照顾家庭，还能兼顾，又能兼顾自己的职业。我聊一个比较personal 的问题啊，就你觉得你每天其实这么的万象性，每天要见这么多客户，要去讲这么多话，就是我还挺好奇的，你回到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你到了家，你第一感受的深刻，你是还是愿意很意的这种分享，遇见到啊怎么样啊呀怎么样去解决，还是说其实你会像我一样？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别人，表面看我都是觉得应该是意的，因为做生意嘛，对吧？但是其实我回到家里面，有些时候其实这也是蛮悲惨的一件事，就是我其实给家里面的感知就是一个完全不说话的人，就我宁愿到家里面可能就是真的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相对的环境当中，一句话都不说，让自己平复很多的逻辑。你会吗？我不会。我回到家还是会有很多的热情给到家里。我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很事业型的女性，但其实我是一个很家庭 driven 的人啊，就是我还是把家庭放在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你是说一个人的能量总归是守恒的，对吧？所以肯定会有比较少的一部分给家庭。我觉得非要说读清华或者说受过高等教育给了我什么，我觉得就是他给了我选择的权利，我可以选择我想做什么。我可能觉得我比别人 lucky 的地方就是别人可能没得选，他只能在这个岗位上持续的干下去，他要做一些变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我觉得可能我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我还是有一些选择的机会或者选择的权利的，所以还是得好好读书。不读书在什么状态都是好好读书。可能我也不是说读书特别好的那个人，但我觉得慢慢的进入到职业的后期，职业的中后期，你发现读书是一个底层逻辑，你把底层逻辑放好之后，你会发现剩下是添砖加瓦。你如果没有这个底层逻辑，你前期会花很多的精力去填补这个事情，或者你可能前面走得很快，但你后面到一个瓶颈你就上不去了。读书这个角度对你的底层逻辑的这个架构是非常好的一个架构。读书本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读初中高中这种学业上的教育啊，就是更多的时候也是给你终身学习打下一个基础。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正常的9年义务教育或者说高等教育的人，你会觉得他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经历过这样一个长周期的学习，你才有终身学习的这个动力。这挺好的，我要帮你喊一嗓子。大家真的觉得自己想清楚了，如果想去从事保险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找到我来帮你嫁接，联系到44，这是个非常好的师傅，并且非常好的榜样。我也期待着像我的粉丝和我的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需求，怎么样去嫁接到你，然后同时会去找到你，因为我相信第一是对我来说，如果我今后要买保险，我一定会选择你。原因在于第一，这是非常被 trust 的一个行业逻辑；第二呢，这个人的整体的性格的方向性决定了我问谁去买。那我觉得对你来说，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擅长的一些人群，你可能对他们来说更有好的产品来去做到给予，并且你更清楚知道他们其实缺什么。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沟通的这个繁琐程度。其实我现在的主力客群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比如说30岁以上，相对来说有家庭，就是生活比较稳定的这一批人。那这一批人其实
虽然看似他们生活稳定，但其实他们是有远忧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中国现在其实在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嘛，对，上有老下有小，就中国整体的家庭结构其实是比较脆弱的。比如说一对夫妻，他上面可能有4个老人，然后下面有比如说一个到2个孩子，那当然也有一大分单身的人。这样一个家庭结构其实相对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差的。这一对夫妻可能其中任何一个人发生一些极端事件的话，其实对这个家庭可能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就崩溃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家庭结构，当然这个家庭结构对吧，是社会带来的这个家庭结构，我们没有办法去逆转。但是这一类家庭结构是非常需要风险对冲的。那保险其实是非常好的风险对冲的工具。那这样一部分家庭，你要考虑说，比如说老龄化社会之后，你这个医疗资源挤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说，这样的一类家庭，如果他的家庭抗风险能力比较弱，以及他对未来的养老，包括孩子的教育这2头，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需求，或者说需要比较强的计划，那其实这一类人群就是非常适合买保险的人群。那你会挑客户吗？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收入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因为保险本质上还是偏向一个消费品，它是一个风险对冲的工具，相当于你买了一个工具来对冲你的风险。那这样一个风险对冲的工具，它是有成本的。对，所以说其实对于很多还在为生存打拼的人，他很难。比如说他现在1年就挣10万块，你让他拿出2万来做风险对冲，对他来说有点过于奢侈了，对吧？当然他可以选择一些成本更低的一些风险对冲工具但是就是相对来说这一类人群其实对保险的意识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往往收入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人群，他会更担心比如说中长期的风险，或者说短期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一类人群相反，在沟通的时候，可能我的沟通成本会更低一点，因为他第一，他的保险意识肯定是好的，对吧？第二，他有支付能力，他有支付意愿。那这一类客群可能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些客户。他可能有这些想法，有这些意愿，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选择产品。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专业服务的人，能帮你把整个你的需求怎么匹配产品的这个路径给你打通。明白。我撬一撬你的需求啊，这很有意思。就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什么样的人其实真的适合来去拥有保险。我反向问个问题，我的认知就是当你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一定家里面有好几个保险，或者说你一定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去做相对的对冲。可能你没有那么专业，但是是不是你身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好多其实富有的人群都没有保险。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你觉得好像大家应该都会有保险，对吧？但其实不是的。中国的保险的不管从深度还广度，所谓的深度广度就是说，首先保险的渗透率，第二是人均保费，其实都是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说的是说那些收入还不错的人，一样的，不是说被14亿人群拉低了，就是非常多高收入的人群也是没有保险的，因为在他的 sense 里面，他可能觉得我为什么需要保险呢？我赚这么多钱，随便80-90万我都能拿得出来，我为什么要去买份保险呢？就是他会这么觉得。当然现在变了，现在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他会开始思考保险的问题。就是过去他可能觉得这个风险对冲工具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我有持续赚钱的能力。那现在赚钱的能力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了，那这个时候我需要保险来对冲我的风险。就你其实会看到很多案例，年入几百万的发现他没有保险，没有保险，我就做过这种客户，而且好几个。天哪！就对他来说，难道他完全没这个 sense 的认知，是觉得很正常？因为你要知道，保险在中国它是有色眼镜的，所以他也会通过比如道听途说，他觉得说保险就是不靠谱的。如果我1年赚几百万，我发现其实可能对我来说10%，也就是1年这几十万我拿得出来，我干嘛去那么 care 的还要去买个保险？就真的出问题的时候再说吧。就反而有这样的心态，你可能我1年赚几百万的时候，现在反向我1年只赚100万了，发现我的赚钱少了，就万一有些什么问题，对吧？反向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其实他会更在乎保险。所以说，其实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高收入人群的保险的渗透率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高。这跟发达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当然还有一个更客观的原因，就是现在中国的创一代基本上普遍已经在60多岁左右了，然后他们开始要接班了，或者要做财富传承的一些规划了，激励中国第2代了。那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富传承的手段，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免税资产，对吧？而且是一个保本增值的免税资产。所以说，对于很多创一代来说，怎么样把财富更好的传给第2代，其实保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这一类也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客群。其实保险的使用用途很多，而且有钱人买保险往往已经脱离了，比如说风险对冲，当然风险对冲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它其实还有更多的法律诉求，包括税啊，包括遗产继承啊、婚姻保付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哇，这变成了是说，它其实是你的本身就是你的理财工具的其中一环，只不过现在这一环你能找到更多的使用的方式了。因为保险相比其他的金融工具，比如说股票、基金，它还有很多法律功能是其他的金融工具不具备的，比如说一些像我刚才说的税啊、法啊这些东西，其实其他的理财工具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功能。但俗称说啊，就现在你看美股就美金在狂涨，反而美金狂涨之后，其实美国的保险卖的贼好，因为利率贼高嘛，对吧？是的。那在中国现在反冲是不是也是一样？
中国会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底层资产的运行逻辑，人民币资产和美元资产还是差别比较大。你看，这就是不一样。你可能找别人来去思考说保险是什么样的人，他可能只能跟你讲保险，但你找他，你发现他从金融的角度来去帮你去思考说保险应该什么样子，这太专业了。对，我觉得找到他的方式不是找到了一个保险经纪人，你找到了一个你的财富管理的一个入口。他用财富的管理的角度当中帮你进入到你的保险的整个的这个事业的范畴。因为我其实现在跟很多客户交流的时候，我没有单纯的跟他说买保险，我相反我会跟客户说，你只需要拿出来一小部分钱来买保险，其实你还有一部分钱应该去财富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配置。当然这也是我中长期的努力方向了。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定位，就像你刚才说的目标，其实我对我自己从来不是说我转型做卖保险这件事情，我中长期是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在美国其实很成熟叫 IFA， 对，就是这个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 嘛，就是独立财富顾问嘛。其实我中长期我就想变成这样一个角色。我帮你 translation 一下，这样特别简单。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想找到一个自己的 CFO， 对吧？特别简单，你听得懂的方式就是帮大家讲大白话。你想找到你自己的 CFO。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角色还是比较缺失的。对，可能大部分人只能找到银行的理财经理，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好啊。我觉得我可能比他更专业一点。你看，你聘请一个 CFO 要花工资的，是不是？选择他。买他的产品没有 agency 费，这反而就是你花了这部分钱，其实得到了你自己本身得到的之外，还得到了更多的专业的建议。不只是在保险上，在理财上也是。我其实更多的还是跟大家想传递一些配置的概念，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去把财富去做一些怎么样科学的配置。就你也不能贪多，说我所有钱都去做高风险，我也不能过于保守，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保险，因为保险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差的。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财富你都应该配置一部分。其实把配置做好了，你的财务风险已经下降50%了。对，你看，对，就是你只要找到它，解决了你所有财务的问题，你会发现你个人的这个资产如何更好的保值和增值。你以前就需要找到一个大的顾问，现在其实一位就可以解决。所以就是这些老板们赚这么多钱，很辛苦很努力的老板们，你们也要思考你们下一步怎么来去做到财务的风险的规避。我相信你们也有身边这样的朋友，但是我相信就是我身边最牛的这一个朋友，就他能帮你解决的很多的财税相关的问题的同时，还能帮助你去做资产的收支，这一个我觉得就是完美达到你们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物的超级的画像，就他其实在公司里面去帮助公司去操办过所有的税法的信息的内容，也更多的知道各行各业里面大家会关注的点和问题，因为毕竟做过分析师啊，见的东西比我们见得多得多了。然后同时呢，在理财的这个层面当中的象限呢，又是很顶配的存在，然后再进入到保险这个领域去。对吧？就帮助大家其实完全就是说思考说，你其实见到他不会帮你推任何的保险，不会让你去买任何的保险，反而是让你去思考说，你应该怎么去做你的资产配置。在资产的配置过程当中，保险只是其中的一小环。你去买其他的理财，他也赚不到钱，但是一样对他来说，他愿意接触到大家，更多的来去知道说，你怎么去在自己更安全的处境当中，把自己的钱变得更好。中国老百姓其实缺乏财商的教育嘛，如果你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你是很难有这一套完善的体系嘛。那也是这些专业的理财顾问存在的价值嘛，就术业有专攻嘛，你不能要求说他做生意很牛，他也对这个很牛。但我觉得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能服务到想要服务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够了。每个人都是很普通的人，就把自己的业务做好，做到专业就好了。现在有每天不开心的事吗？很少了，因为我有选择客户的权利嘛，所以奇葩客户 pass。还有奇葩客户？当然有，就像我说的嘛，保险很多人还是有偏见嘛，所以我不太愿意去花太多的时间去改变一个人的偏见，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我觉得我需要的是帮助已经有理念的人去搭建他的这个配置。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所以就做好自己能做好的事儿吧。如果在有余力的前提下面，我相信保监会比我能更好的做教育的这个工作。而且特别是你像相对低收入的人群，他其实需要国家统一的保障来啊，你说的很对，对吧？相对高收入人，他有自己的选择权，你在做你有选择权的事情，对方其实也会匹配，他有做他选择权的事情，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整体的社会进步。其实今天你看，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最有趣的就是让普通人去看到，其实在这个普通事业当中有另外的一群人在服务着普通人，这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持续找到这些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在做着这个社会普通的事情，希望帮助这个社会推动更好的美好。对，喜欢我的粉丝也就永远记住，如果需要找到这样的人来找到我，后台我帮助大家去见思思。有道理。如果是思思的好朋友看到这个视频，想了解我更多的去连接这么多的普通人，也可以随时来去找我。好的，今天谢谢大家，拜拜。